大皇子，属下不明白，你既然已经知道孙香没死，为何不直接禀告皇上，还要继续请命完婚呢？你说，最怕让人发现孙香没死的人是谁呀？自然是帮他的人。这就叫引蛇出洞。大皇子，大皇子，大皇子，大。不可能是真的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驸马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死了吗？这个妖女已经为她的错付出了代价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我求你放过我。我对你这么忠心，你却把我害得这么惨，让我死了冤魂也逃不出这个鬼地方。我要你来陪我。我求你看在三妹的面子上，你放过我。你每年忌日我都会去拜你，你放过我。我要你一字一句写清楚你是怎么害死我的，写清楚我的死是多么的惨，我要拿去地府申冤。我写。写好了。殿下，喜糖已布置妥当。我怎么在这儿？昨天晚上，大皇兄怎么昨晚没睡好？不提也罢。对了，明日便是我的喜宴了，因是与亡人结亲，不宜大办，所以今日我特意请了父皇和二位妹妹前来，我们一家人借此喜事，好好聚一聚。陛下可是在担心孙香假死之事？哎，蝼蚁之死何足挂齿？大皇子是朕唯一的儿子，而明玉却有帝王之才，鹬蚌相争啊！哎，恭喜大皇兄啊！四妹来了，四妹要是真的恭喜我，不妨将孙姑娘的尸首交出来。四妹要是真的恭喜我，不妨将孙姑娘的尸首交出来，好让我与她拜堂成亲。大皇兄说什么呢？孙姑娘的尸体，不一直是大皇兄在看管吗？袁明玉，你装什么？我与孙姑娘的婚事，乃是父皇下的旨。可现在呢，新郎在这儿，而新娘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难道不是你搞的鬼？大皇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给孙姑娘下的聘书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打开看看。这封信我不是调包了，是吗？叶侍卫，这是你杀害驸马前吃走的天牢守卫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要狡辩？
父皇是明玉，是明玉设计的。他逼儿臣替他担下谋害亲父的罪名。我与驸马并无嫌隙，为什么要害他？父皇，儿臣究竟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一查便知。够了！为了一个驸马，你们竟兄妹相伤，成何体统？哼！哼！父皇，父皇！皇兄，我没想到竟是你害死的驸马。那是明玉设计陷害我的。那个妖女什么品性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只是证据全部指向你。我的好妹妹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们兄妹之间的筹谋啊！为了我们的筹谋，你明知我与驸马的情谊，你却下此狠手。你口口声声说着明玉是妖女，但我看明玉除了情感放荡之外，并无恶行，反倒是你。驸马已死，不要再提。将来我做了皇帝，你就是长公主，到时候别国的皇子，你哪个配不上？皇兄，我虽不知你有什么打算，但父皇属于要将明玉封为皇太女之事只是传闻，皇兄万万不可以此兄妹相争。父皇最讨厌这样了。他放荡无度，却屡受恩宠，现在又有赈灾之功，你还觉得皇太女之事是传闻吗？但父皇这次有责罚过你吗？父皇虽然宠爱明玉，可也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啊。三妹，我们可是异母同胞的兄妹啊！大皇兄，我不会让驸马枉死的。来，尝尝，我亲手做的。还不错吧？这可是我们的定情膏，你就这么冷淡？什么定情膏？我看是心碎膏吧。当时在大街上，我以为你是为了顾及我的面子才答应我的。公主，其实那天我真的是愿意的，只是我不得已要伪装自己。为什么？你也知道，我的真实身份是前朝皇子。之前的丛大夫，就是前朝国舅，他从小把我养大。他多次派我接近你，就是想要尽快实现复国大业。那天在街上，也是在他的监视下，我不得已这么做。那于佛的事呢？我承认，我之前确实很多事情都在瞒着你，但是我保证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骗你。这谁说的准啊？万一有一天你又遇到什么情况，又要装模作样的，我怎么办？再伤心一次啊？那我们就约定一个手势。如果我做出这样的手势，就证明我在伪装自己。那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不喜欢。我喜欢。这是绿色的。对。这个是李子。这是桃子。世子一表人才，可有定亲呢？臣这次除了上京面圣之外，也想觅得良缘。啊，那你找到心仪的人了吗？臣久仰四公主美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甚至觉得似曾相识，好像在哪里已经见过了。这么说，你是有意名誉喽？啊，若是两厢情愿的话，自然是好。既然如此，啊，你们年轻人自己定吧。来，明玉，父皇知道我的心中只有叶少。朕这个女儿让朕给宠坏了。其实叶侍卫的事情，臣也略有耳闻。四公主这样有情有义，让我更生佩服。四公主，敬你一杯。
再不成为女帝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个驸马等着我。我只愿叶少帮我。来，一起啊！来，世子，请啊，行，来，干了。父皇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皇兄近日一直在家中闭门思过，有许多领悟，想请父皇指点，又怕父皇还在生他的气，所以才让儿臣作陪。哦，领悟，有意思。你说，你都领悟了些什么？领悟不敢当，醒悟却有不少，尤其是感情的事，不能强求。镇北侯手握重兵，镇守边疆，虽可以抵御外敌，也可能是内患呐，必然要拉拢的呀。父皇所言甚是，儿臣也以为，若以联姻加强与镇北侯的关系，既能让皇恩泽披边疆，让百姓感恩父皇，也能让父皇的威严震慑那些有狼子野心的家伙。你说的没错。联姻，你有合适的人选吗？自然是父皇的血脉为佳。三妹就是合适的人选。比起明玉的乖张，三妹明仪端庄贤惠，更适合与世子结亲。明仪，你有什么意见呢？儿臣认为，正如大皇兄所说，感情之事不可强求。既然世子喜欢的是明玉，那将我许配给他反而不美。何况皇家威严，又岂用嫁女来讨好一个镇北侯呢？好啊，明仪，近日有所不同，不愧是朕的女儿啊！大皇子，这联姻之计，你也还得重新筹谋啊！儿臣定当想出一个万全之策。你想为自己的父皇母后报仇吗？我的父皇和母后对我来说，只是遥远而又模糊的记忆。可是，我懂了。那你想做皇帝吗？我没有想过。如果我想做呢？你想做皇帝？从驸马之死到孙湘到大皇子，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已经糊涂了的父皇。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人。这个皇位，我要定了。我一定支持你。你不在乎我是不是做皇帝的料？我相信你，一定会是一个好皇帝。会不会是好皇帝，我不知道。但我可以确定，我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皇帝。如果我能登上皇位，女人就不必再屈居于男人之下。读书、行商，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，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。这就是一个好皇帝。三妹消消气，皇兄也是觉得世子是个良配，才会帮你筹谋的嘛。我看皇兄是为自己筹谋的多吧。三妹住在宫里，近日来可知父皇的身体如何？皇兄还是有话直说。今日我在宫里遇到了一位曾在我府上的宾客，说是给父皇看病，可此人在我府上的时候，从未说过他通晓医术，更没有说过他与明玉熟识。万一……我自会帮皇兄打探。三妹，皇兄可就全靠你了。皇兄若是什么都不做，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。舅舅多日失联，果然是被皇帝抓走关押。舅舅，快走啊！走啊！
快走！快走！站住！怎么了？你怎么受伤了？我没事，伤不重要。我舅舅还在皇帝那儿。看来我舅舅已经落入了皇帝的手中，皇帝不可能不知道我的身份。可若是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为何会放了我？的确奇怪，父皇应该直接追剿余孽，怎么会把你舅舅留在宫中？可若是我现在起兵去救我舅舅，皇帝便可将我们这些前朝余孽一网打尽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要救他。我必须救他。齐云是个不错的人选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是镇北侯世子，是有兵权的。加上你我二人，也许可以成功逼宫。公主，这是我的事情，我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。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若父皇知道你是前朝皇子，又怎么会放过我？其实无论逼宫还是其他，总要师出有名。我肯定是不行，我前朝皇子的身份只会拖累于你。既然你想当皇帝，那这个头由你来担。孙湘的事情不过是百姓的谈资，轮不到逼宫的地步。自古成王败寇，只要我们成功了，理由会有的。想要世子为我们出兵，只能先欲擒故纵试试了。四公主，你来干嘛？我来找你啊。切！你找我干嘛？我就想问一下，公主，我们今天有什么安排？没安排。但我相信，终有一天，你我会有安排的。想多了。话不要说这么早，毕竟命运这种事情，谁又能说得清呢？你说是吧？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叶侍卫，改天见喽。这个世子在打什么主意？见过大皇子。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。我来找世子是想毛遂自荐。毛遂自荐？你知道的，父皇的女儿不止明玉一个。三妹虽不如明玉受宠，但论才貌，绝不输给明玉。我作为哥哥，也希望替我的妹妹觅得良人。大皇子不妨直言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驸马这事，我也有所耳闻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三公主明知驸马是大皇子所害，为何还与之来往？亲情这个事，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。况且没有皇兄，我也不会认识驸马。有时候命运就是很奇怪，好人会变坏，这坏人吧，有时候又会变好。你是指明玉？你觉得他是好人变坏，还是坏人变好呢？我只是觉得他突然有一天变得不一样了，对我而言可能是变好了吧。不过，也有可能是我并不了解他，就像我也不了解我的大皇兄。看来世子与皇兄并不交好，叶韶是前朝皇子的事，还是要告诉皇兄。叶韶竟然是前朝皇子，太好了！这次我们一定要找到证据，让他再没有逃脱的可能。可你不觉得父皇知道他的身份，却不杀他这件事，很奇怪吗？
也许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对了，你跟世子相处的怎么样了？我对他并无好感，相信他也一样。没有好感可以培养，他现在主动接触你，也说明了他的态度。父皇，你好狠的心呀！知道叶韶是前朝皇子，留他做诱饵，却还放任他和明玉。哼，看来你也不是真的疼爱明玉。四公主，我就说命运总会让我们相遇的，你说对吗？命运倒是没看出来，就是看到有人纠缠不休。哎，就算是我纠缠不休，那也是命运的安排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知道四公主想要什么。那你说我想要什么？人生无外3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四公主只要这样想一想，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，也明白什么人终究是该放下的。这个世子一天天说什么鬼话？我看喜欢我是假，替大皇子办事是真，我要多加防备才行。话中有话，丑话罢了。走了。奇怪，怎么世子前脚出现，后脚就出现杀手了？我们走另一边。走。公主别担心，我们先将世子引到这里，再对他下手。你跟着我们究竟想干嘛？既然命运这样安排了，我们也只能接受了呀，少年。命运既然这样安排，我们也只能接受呀，少年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公主愿意接受我的话，其人之福也不是不行。你做大，我做小。就是这货让我穿越来的。皇兄怎么约我来这里见面？出来透透气。皇兄还是有话就直说吧。你和世子究竟怎么样了？说得上些话罢了。你说得上话，那便是关系极好了。和你说话可真累。我想借世子的兵马一用。你我都知道叶韶是前朝皇子，难道我们还要留着他？这事父皇自有打算。父皇他已经老糊涂了。你这是想逼宫？到时候，你就是长公主，你想要什么没有啊？你凭什么觉得世子会帮我？男人嘛，想要什么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是皇兄说的不对，还是你不想当长公主？世子，不知三公主找我所谓何事啊？你我相处也有一段时日，彼此的志趣想必心里也都清楚。大皇兄志存高远，是皇位的不二人选。你若是愿意帮助大皇兄，他日便有从龙之功。三公主的意思是，你皇兄要反？非也，是明玉身边的那个叶韶，他是前朝皇子。如今父皇偏宠明玉，断不能让叶韶这个前朝余孽有机可乘。你若是愿意出兵帮助皇兄清君侧，他日我们也算是一段佳话。在下一定不会辜负公主的一番美意。你确定听清楚了？小的保证听得一清二楚。
以防万一，我还是要盯紧点。既然命运这样安排了，我们也只能接受了呀，少年。他是变成世子来帮我的吗？少年，少年，少年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帮你的。大皇子想要的不只有你和叶绍，还有皇位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帮你的。大皇子想要的不只有你和叶绍，还有皇位。他想要造反。你要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，能不能回到现代，就在此一举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你怎么出去了？大皇子要有行动了。大皇子？嗯，不是世子。大皇子知道你是前朝皇子了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啊？他筹谋皇位已久，恐怕在宫中早已布满眼线。上次你夜探皇宫，应该是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皇帝之前利用我，让我引出所有前朝势力，所以故意留着我和舅舅，让我们有时间准备。但如果现在大皇子决意逼宫的话，逼宫，师出有名的机会来了。我们可以利用大皇子，让父皇退位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如果我们不抓住这次机会，让大皇子得逞的话，你的父皇也不会是退位这么简单。世子手上还有些兵马，加上我的禁军，应该可以应付大皇兄。这个世子为什么这么帮助你啊？他是不是喜欢你啊？你还真是个恋爱脑啊！你别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话。像我这么优秀，大家都喜欢我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看，你就是承认他喜欢你，所以他才这么帮你。他每天都来找你。他才没有喜欢我呢，我跟他就是纯纯的合作关系。合作？不信啊？信了吗？你放心，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我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了。我说过会对你负责，就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好。世子，你已经都告诉他了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算是为驸马报仇吧。那你可以亲口告诉他呀。我跟他的关系又没好到那个程度。那我呢？我都帮你通风报信了，至少算是亲密吧。你不过是个报信的工具人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既然知道皇上可能传位给四公主，你就不心动吗？我只希望父皇可以没事，兄长不要再犯错。三妹呀，三妹，没想到你居然和一个外人联起手来骗我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顾兄妹之情了。皇兄，实在麻烦三妹替我拉拢世子了。皇兄客气了，以后还得仰仗皇兄呢。三妹见外了，以后我们兄妹俩有福同享，
有难皇兄来当。袁明玉手握禁军鱼符，为兄实在感到不安。这是京城的布防图，你替我将它交与世子，叫他尽快派兵前往城北20里外的丹峰谷，时刻准备埋伏禁军。尽快？没错，调兵一事实在难以掩人耳目。为避免夜长梦多，我们尽快行事。等准备好了，我自然会通知你和世子。世子的镇北军一到丹峰谷，立刻通知我，到时候我们一举冲入皇宫，劝父皇禅位。无论是世子还是袁明玉，都给我通通拿下！我要清君侧。是。大皇子的兵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大皇子计划有变？他已命我将镇北军布置在城外的丹峰谷，随时可能出兵围剿公主府。之前不是说7天吗？怎么变随时了？不过你放心，经过我的观察，之所以他会让镇北军安置在丹峰谷，一定是为了埋伏明日会途经此处的禁军。所以，你要赶紧用鱼符下令禁军与镇北军会合，一举将大皇子拿下。丹峰谷地势险要，若我们才是世子想要钓的鱼，恐怕禁军会全军覆没。你居然怀疑我？我凭什么不怀疑你？叶少，世子消息是不会有误的。你们别被大皇子骗了，镇北军一到丹峰谷，大皇子就马上逼宫了。禁军若是与镇北军会合，也只会落得公主与镇北侯合谋造反的污名。走。我去召禁军进宫救驾。我觉得你去比较好。不必担心，叶少脚程比我快，我跟孙香先进宫护住父皇。那也不行，我得跟你在一起。你去干嘛呀？打又打不过，还惹人起疑。再怎么说，我可是镇北侯世子啊，他都要看我几分薄面的。他都要造反了，他还看你颜面？那也不行，我必须。现在好了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只要父皇主动禅位，儿臣保您颐养天年，寿终正寝。你要逼宫，颐养天年，寿终正寝。朕现在就被你这个逆子快气死了！父皇若是身子不好，完全可以让儿臣来替你打理这江山社稷。朕要是不让位呢？太上皇也是皇嘛，望父皇考虑周全。弑父的罪名，你能担得起吗？杀死父皇的，只会是父皇的宝贝女儿，而我，只是大义灭亲。你要对明玉做什么？太上皇也是皇嘛，望父皇考虑周全。弑父的罪名，你能担得起吗？杀死父皇的，只会是父皇的宝贝女儿，而我，只是大义灭亲。你要对明玉做什么？只等袁明玉一到，儿臣就会，不，袁明玉就会杀了你。怕只怕他连来都不敢来，到时候父慈而女不孝，儿臣真的会忍不住替父皇落泪的。你这个逆子！朕的江山迟早会败在你的手中啊！逆子，你又算得上一个好父皇吗？从小到大，我哪一点不如袁明玉？你宁愿传位一个女子，也不给你这个儿子。现在他身边还有一个什么前朝皇子，你却放任不管。你什么都知道，却什么都不做。是，江山是你打下的，可你现在也老糊涂了。你这个人睚眦必报，你自己的亲妹妹你都容不下，朕会把江山交给你吗？啊！
是我睚眦必报，还是你一味包容明玉？父皇，不要再找借口了。成王败寇的道理，你比谁都懂。一旦登上皇位，睚眦必报可以是公正无私，也可以是慧眼识奸。大皇兄，明玉，你不会以为带个孙香来就可以救下父皇吧？明玉，怎么就你们2个人啊？父皇放心，叶韶带着禁军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大皇兄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明玉啊，你把于福交给叶韶了，他可是前朝皇子啊！叶韶早就把他的身份告诉过我，他不会背叛我的。明玉啊，你糊涂啊！禁军又如何？现在父皇在我手里，你也在我手里。既然他不会背叛你，那我就不足为惧喽。不足为惧？大皇兄，得位不正，是坐不稳江山的。得位不正，父皇也是谋朝篡位，还不是江山稳坐？如今唯一的顾虑就是叶韶这个前朝余孽，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等我把他解决了，唯一的顾虑没有了。你说我这江山做得稳不稳？把他们给我绑起来！叶韶，叶侍卫，就等你了。如今当今圣上和你心爱的女人都在我手里，你能奈我何呀？大皇子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蠢。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在乎他们吧？你的兵都死光了。现在城外围满了我前朝军队和禁军，你的逼宫失败了。叶韶，你刚刚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听不清吗？袁明玉，你知道我前朝皇子的身份，我今天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想做皇帝吗？我没有想过。如果我想做呢？我一定支持你。你怎么了？你的确说过要为父皇母后报仇，你根本不想做皇帝啊！我不做皇帝，谁做皇帝？10几年前，你夺我家余府，杀我父母，漫天大火烧死宫里几千人。要不是我舅舅和前朝老人助我根本不会活到现在。你以为我真的会放弃复仇吗？我今天就让你们全家人尝尝背叛的滋味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以前是真心待我的，你不可能会这样对我。别傻了，够了！明玉，朕早就告诉过你，叶韶这个人，他早就包藏祸心，你就是不听。不要再固执了，啊！狗皇帝，要不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就不需要对一个仇人的女儿言听计从。你不知道我装的有多辛苦。叶韶，你别犯糊涂！是你犯糊涂！你哥哥被谁杀死的？你忘了？你对得起你哥哥吗？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良心？我跟你说过，此后今生只为自己而活，可你非要跑回来，非要回来帮他，你得到了什么？是我们都错看你了。
我只不过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袁明玉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以后可以做我的宫女。要是听话的话，可以做我的妃子，但你永远不可能做我的皇后。带下去。是。走。走。韶儿，韶儿，看来天意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你终于夺回属于你的皇位了，你快把那狗皇帝，还有袁明玉、大皇子，还有世子，还有三公主，把他们统统杀掉，为你的父皇母后报仇啊！韶儿，韶儿，舅舅，从小到大您就一直教育着我，要复国。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可以对你说不。直到我遇到了明玉，我才发现人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。所以，我不会做这个皇位，也不会杀他们。你在说什么？不行，你不去杀，我去杀。你要杀就杀我！让开，让开！你还知不知道你是谁啊？我是叶少，不是你复仇的工具。舅舅，明玉他比我更适合做这个皇位，我会辅佐他成为一个好皇帝，造福百姓。造福百姓，说得好听。那个妖女一旦登上皇位，她要是欺负你呢？她要是欺骗你呢？她要是辜负你呢？我们之间不存在辜负二字。那你父皇母后的仇呢？就不报了？啊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明玉说过，要以德服人。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。舅舅，你要去哪儿？你现在已经不需要舅舅了，舅舅去归隐山林了。你不留下来吗？我筹谋了10几年呢，复国大业，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啊！这么多年，那个原图被权力所吞噬，舅舅何尝不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呢？你说的对，你不是舅舅复仇的工具，我也该放手了。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我当时真以为你一直是骗我的。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只不过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袁明玉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以后你可以做我的宫女。若是听话的话，可以做我的妃子，但你永远不可能做我的皇后。带下去。是。走。走。
其实一开始我就不想让你去逼宫，就算你要逼宫，也不该和我一起。大皇子那么狠毒，我怕他会伤害你。所以你替我逼宫，替我做坏人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？恭喜你啊，现在皇位是你的了，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。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那晚究竟是被谁打晕的，害我没有见证最紧张刺激那一刻。若不是三公主找到我，我现在还是晕着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动父皇和大皇兄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会输吗？皇兄，事情已经尘埃落定，你还是接受现实吧。接受什么现实啊？那可是袁明玉，你怎么能够帮他呀？如果我不帮他，你必死无疑。你让我看着他登上皇位，比让我死还难受，你知不知道？正是因为我知道，我才会帮他。皇兄，如果你逼宫成功，你会放过父皇吗？但是明玉会，他会放过父皇，还有你。恕我直言，明玉比你更适合做皇帝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，连你都有资格来教训我了？如果你不是我的皇兄，我早就教训你了。公主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女人也能穿上龙袍登上皇位。你没想到的多着呢。秦岚，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再过几年我就可以出宫了，到时候公主多赐几亩良田，我就带着我的爹娘姐妹收租过日，顺便在乡里炫耀一番。我可是侍奉了我们素叶国第一个女帝。哎，公主，我出宫的赏赐你可不能太小气。我原本以为你会舍不得我，没想到你巴不得离开啊。是公主自己说的嘛，要有自己的人生。孙姑娘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素叶国还会再出现一个女帝吗？我曾经听说有一个遥远的国家，在那个国家的漫长历史里，也只有过一位女帝。虽然后世的历史都在不停地涂抹她，添给她的事迹，但谁也无法改变她身为女子的事实。在她的朝代，有许多女子也受到她的影响，参与朝政。会不会再有一位女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所有女子意识到，她们有可能做任何她们想做的事情。孙姑娘，那你之后什么打算啊？你怎么每个人都问一遍这个问题啊？以后你要处理朝政，日理万机。我不打算留在京城了，打打杀杀的日子我过够了。我只想回家，有几亩良田，过平凡悠闲的日子。有你这样的好皇帝，我们百姓肯定能安居乐业。你要离开啊？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，偶尔我也会回来看看你和叶韶，就怕你不欢迎。欢迎，当然欢迎。可是我一旦离开这里，就是跟你们永远别离了。从即日起，素叶国废除跪拜，无论百官或平头百姓，都无需下跪，人人平等，男女享有同等的地位，学习、经商、参政，均不可设有性别、年龄、身份的限制。婚嫁自由，人人都可以提出和离。
玉啊，明玉，称帝成功就意味着回到现代，只是你还放得下叶韶吗？我在想，你帮我实现了称帝的愿望，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是想让我帮你实现的？我的愿望就是实现公主的愿望。这怎么行？总该让我为你做些事情。我小的时候，听我舅舅说，我的父皇母后，他们的感情琴瑟和鸣。在他们大婚的时候，他们一起在御花园里种过一棵红豆树。这棵红豆树寓意着他们的感情四季不变，还会时时刻刻地想念着彼此。所以我也想和你一起种一棵。好，那我们就在御花园里面种满红豆树。一棵就够了。不行，1棵怎么够啊？好，你说种多少就种多少。明玉，你怎么了？明玉，明玉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时日无多了，你和他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那明玉的事是不是和这个天机有关？果然聪明。哎，如果你只是想保住大皇子和你的父皇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当皇帝。并不是每个人都对那个位置感兴趣。况且，就算我想，我也没有胜算。我知道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你永远都会站在明玉那边。你真没想过自己当皇帝？其实，在父皇决定立明玉为皇太女之前，确实想过。哎呀，那看来是我舍近求远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登基了，我是不是该回去了你还有3天时间。？3天？我可不可以不回去？不行，你本来不属于这里。再说了，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。你不是可以改变命运吗？我能改变的只是命运的一些细枝末节而已。我之所以以世子的身份出现在这里，那也是因为原本的世子本来就会介入在你们之中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什么人应该放下，你根本就不听。我想要的只有叶韶。行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3天后回到现代继续活下去，出口就在东侧的城门楼，到时候你只要纵身一跃，就能回到现代了。第2个选择呢？第2个选择，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，但只有10天时间。10天后，2个世界的你都会永远消失。你自己考虑吧。
3天。父皇，父皇，现在这个明玉他是假的。我听见他说，他是穿越过来的，他姐是还魂了呀！你这个逆子啊！你活着就不错了，还敢在朕的面前胡言乱语啊！父皇，你是真的，我亲耳听到他说的。还有那个世子，他砰，他就消失了。那个世子他消失了。你给我闭嘴！父皇，朕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滚！说的是真的呀，父皇，父皇。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3天。什么叫你根本就不属于这里？什么叫有些人应该要放弃？那个人是我吗？明玉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你难道现在还是不愿意让我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吗？叶少，对不起，我一直瞒着你一件事情。你以前的怀疑是对的，过去的袁明玉已经死了，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过来的另外一个袁明玉。明玉，你觉得你这样说我会信吗？换作是你，你会信吗？是不是世子？是不是他在为难你？是不是他要你离开我，所以你们2个演戏给我看，是吗？还是因为我欺骗了你，我前朝皇子的身份，所以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吗？明玉，你相信我。在你醒过来之后，我就发现你变了一个人。你去赈灾，你去办学堂，你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让我觉得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公主。你让我看到了你的真诚跟善良，我也真真正正的喜欢上了你。现在什么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之间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皇帝，我只想好好的守护在你身边，好好的保护你一辈子。明玉，明玉，你相信我。明玉，求你不要走，好不好？相信我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欺骗你。那个应该要放下的人根本就不是我。明玉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不走了，不走了。我们以后一起去吃上次没有吃到的八宝豆腐，一起去西街看皮影戏，在一起划船、踏青。叶少，以前我们错过了许多，我再也不想和你错过了。公主，这是您的隐卫，当然要在暗处保护殿下。隐卫？长这么帅一张脸，藏面具底下多可惜啊！好贱。
结实的胸膛，以后我的小命就靠你了。叶侍卫，啊，你干嘛？挺结实的呀。你是不相信我？加油，叶侍卫。叶侍卫已经住进我的寝宫了，这里没有你的位置了。你很了解他吗？你知道公主喜欢什么样的人吗？我当然了解，公主喜欢的就是我这种不三不四的人。啊，我就是喜欢这种。叶少！行，一点都不真诚。反正天底下侍卫这么多，我找个别人当我侍卫好了。不行，明玉姐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找其他的侍卫？只有我一个人保护你。那我们就在御花园里面种满红豆树。明玉，我不会让你永远离开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们一定要在一起。妖女，袁明玉这个妖女，借尸还魂，意图谋反。朕命令你们派兵去将他捉拿。这的话你们都没听见吗？皇兄已被囚禁在此，还是不要再惹麻烦了。三妹，皇兄没有骗你，那个袁明玉真的是妖女，她不是原来的明玉了。快放我出去啊！去捉拿妖女。你到现在还在污蔑明玉，要是换做其他人，你早就死了。为什么你们都不信我？你们都被那个妖女蒙蔽了。朕要去斩杀妖女！来人，给朕来人！来人呐！我第一次见到你，看见你在房梁上。那个时候，我是想在你身上拿走玉符，然后我就摘了你的面具。我就知道你对我心怀不轨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会喜欢上真正的你。对不起，我说过会对你负责。我真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。不怪你，不论你是一个怎样的四公主，我都会一直保护你，一辈子都保护你，因为这是我的任务。叶侍卫，那我再给你最后一个任务。陛下，请吩咐。我累了，想睡一会儿，你保护我，我睡得安心。睡吧。
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3天后回到现代继续活下去，出口就在东侧的城门楼，到时候你只要纵身一跃，就能回到现代了。我不走了，不走了。任秋风落尽云和月，夜色清澈。明月，我居然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喜欢上你的。有些人一旦遇见，便一眼万年；有些心动，一旦开始，便覆水难收。从此，你我之间没有生离，只有死别了。伴随着朝朝暮暮，风起云落，渡轮回长河。灯下一束光抹平了那尘埃，灯下一束光抹平了那尘埃。明玉，我会继承你的遗志，从今往后，我会耗尽每一滴心血，让素叶国所有的子民都能够勇敢地成为自己。袁小姐，你怎么样？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都已经守了你1个星期了，你终于醒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